最近德国媒体爆料，特朗普突然决定从销往中国的芯片中抽成15%，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对特朗普来说，只要能搞到钱，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包括割盟友的韭菜，甚至像黑帮一样要本国企业交保护费。从销往中国的芯片中，从美国企业那里抽成15%，不就是一种黑帮保护费吗？不过，持这如此难看的行径，肯定会让美国的国家信誉更跌入谷底。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对此事的报道。据报道，美国政府从销往中国芯片中抽成15%。据媒体报道，美国显然已允许英伟达和 AMD 恢复向中国销售 AI 芯片。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将从销售额中抽成。美国政府拟对英伟达和 AMD 特定 AI 芯片在华销售抽取15%的分成。据多家美国媒体一致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与总统特朗普的白宫会晤中达成了这项对全球技术贸易极不寻常的协议。特朗普政府于今年春季大幅收紧对华高性能芯片出口管制，英伟达甚至一度被禁止向中国交付阉割版的 AI 芯片 H20。此举可能导致该集团损失数十亿美元。经与政府磋商后，美方于7月略微放宽限制，但新的出口许可迟迟未能发放，直至上周三，黄仁勋与特朗普会面后，双方才最终达成协议。美中技术霸权之争白热化。同样扎根硅谷的芯片巨头 AMD 也将为其 MI308 芯片在华销售额支付15%分成。该型号此前同样被禁运。据《纽约时报》测算，此项协议或为美国政府带来超过20亿美元收益。自特朗普前任拜登执政时期起，美国政府便试图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供应来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英伟达警告称，此举反而将促使中国加速自主技术研发，使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面临新竞争对手。在春季出口管制前，分析师预估，英伟达今年对华 H20 芯片销售额将超200亿美元，约合171.4亿欧元。AMD 相关芯片的预估销售额目前则在30亿至50亿美元之间。好，朋友们，咱们接着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向勒索保护费的黑帮交钱就能继续运营。当黑帮统治一个国家时，继续往下。关键在于英伟达芯片能否在中国市场大卖，毕竟外界对其硬件可能被操纵存有疑虑。这里给出了一个链接。美国政府从英伟达交易中抽成，将削弱其研发投入，而中国正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注资芯片产业，其技术水平已与美国近乎持平。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深度求索时刻。中国正崛起为无可争议的 AI 巨人，令所有人无法绕开。特朗普正在挥霍美国最后的王牌，真是愚蠢至极。再往下。这简直是自打嘴巴，一边声称出口危害国家安全，一边却又达成协议，只要抽成15%，国家安全威胁就无关紧要了。这种行为过去被称为专横跋扈或强盗行径，直到后来法治国家才诞生。下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惊诧：当一个国家被社会渣子统治时，就会发生这种事。即便被勒索的资金部分直接流入那个粗俗的红毛原始人的私囊，就像他最崇拜的俄罗斯寡头模式那样，我也不会感到意外。我真的从未想过，对美国的厌恶竟会达到如此程度。继续往下，特朗普又成功推销了一笔保护费，目睹美国如此黑帮化，简直难以置信。这个国家正逐步沦为失败政权。恐怕这恶棍还会把钱汇入自己的私人账户。再往下，啊哈，特朗普果然又亲自伸手要钱了。万物皆有价，连所谓对华高科技芯片出口危害国家安全的闹剧也不例外。哎，可悲啊！下一则，
这种行径简直令人作呕。继续往下，美国宪法明文禁止出口关税，这位唐纳德在乎吗？当然不。既然享有完全豁免权，谁还在乎这些？再往下，很好，这下可以证明所谓国家安全问题根本是场闹剧。下一则，无论支持与否，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向中国出售 AI 组件，这做法本身具有合乎逻辑。但现实是，这些组件现在只需支付赎金就能销往中国，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位总统是否在兜售国家安全。虽然我清楚美国总统本不该如此行事。再往下，唐纳德陛下正在充实他的小金库，美国正从民主走向盗贼统治。下一则，必须承认中国人做对了一件事，他们让众多日常用品变得物美价廉，从手机到电视无不如此。还记得60年代首个计算器售价竟然超过$6000吗？当年在德国柏林国际无线电展上可是锣鼓喧天的发布。或者看看首批数码相机，90年代中期我在德国汉诺威展会时见到每台还要6000德国马克呢。要是连 AI 技术都开始白菜价了呢？再往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差不多要破产了，急需资金填补财政窟窿。当然，他们本可以从万亿军费中省一点钱，但谁不知道战争、混乱和军队才是美利坚的立国之本呢？下一则，坊间有个传说，游客想入境美国，得在入境时上交一双鞋，说不定还真有其事呢。继续往下，极不寻常的协议，要我说，这根本就是贿赂嘛。再往下，我第一个念头是，这笔钱真能进到美国国库吗？还是特朗普家族也要分一杯羹？可悲啊！只要涉及特朗普这个名字，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腐败。下一则，美国政府自特朗普前任拜登执政时期就试图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供应来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如今这个理论被沦为彻头彻尾的借口，只要嗅到快钱的味道，特朗普连他丈母娘都能卖掉。好，朋友们，咱们再看德国另一家媒体《世界报》的网民评论。首先我说我发现这个德国《世界报》的网民要比刚才德国《时代报》好像对中国的敌意更大一些。比如说这个第一条评论，出口关税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操作，一旦他们在某个领域形成垄断，就会祭出这招。继续往下，报道中有这句话，英伟达警告说，禁止芯片出口给中国，只会促使中国自主研发技术，让美企在全球市场面临新竞争对手。于是这位网民说，一旦中国从竞争对手那里啃光了技术老本，他们确实会引号的自主研发技术并培育企业。再往下，我至今仍震惊于特朗普的为所欲为。那份与欧盟的协议同样疯狂，15%的关税，且近乎单边条款，真是开了眼了。再往下，即使德国企业在美国本土生产，只要特朗普他乐意，照样能禁止这些公司对德出口，或者逼他们也缴纳15%的关税。我实在怀疑特朗普是否真是所谓的交易大师，迟早这套把戏会让他自食恶果。下一则，俄罗斯人连洗衣机都买不到，只因内含芯片，而他却把 AMD 等公司的最尖端产品卖给中国。这15%的手续费里，有多少会直接进总统腰包，或是流向他家族的金库？再往下，美国政府要从英伟达所有对华销售中抽成15%，看来只要有钱赚，特朗普什么都干得出。下一则，这读起来怎么都像是敲诈勒索呢？继续往下，
特朗普这要是把他的国家带向国家管控的计划经济吗？好，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从前有买路钱，想从城堡经过就得给领主交钱。如今特朗普显然如法炮制，谁想出口重要物资，比如英伟达出口芯片到中国，就得向华盛顿的领主进贡。各位朋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你们对美国总统这种公然敲诈勒索的做法有何想法呢？请在下面留言。好的，我们下期见。